鸿沟之盟签订后，项羽便率领楚军东撤，准备返回彭城。而刘邦却在张良和陈平的建议下撕毁盟约，开始追击项羽，至此揭开了垓下之战的序幕。十面埋伏，四面楚歌，霸王别姬，乌江自刎，这一系列荡气回肠的历史故事也随之上演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三维地图讲解之霸王别姬及垓下之战。刘邦在追击项羽的同时，命令韩信和彭越也前往固陵会师，一起围歼项羽。项羽得知刘邦竟然出尔反尔，刚刚签订的盟约就反悔了，不由得怒火中烧，立即率领10万楚军掉头来攻打汉军。此时刘邦已经率军到达了固陵，可他发现韩信和彭越都没有前来会师，同时放了他的鸽子。只靠他这一支汉军，怎么可能打得过项羽呢？结果不出所料，大败而归。于是他便引兵退入壁垒，坚守不出，再次与项羽在固陵展开了对峙。刘邦无奈地问张良：韩信和彭越都不听命令，调遣不来，该怎么办呢？张良说：你只要能帮他们圆了梦，他们就会来的。于是刘邦便听取了张良的建议，给韩信和彭越都加封了大片的土地，并将彭越封为梁王，再次确认韩信齐王的地位。果然10月底，韩信和彭越同时发兵前来救援刘邦。接着灌婴引兵攻陷了彭城。刘邦的堂兄刘贾渡过淮水，又降了项羽的大司马周殷。周殷举9江之兵迎接英布，让他重新统领9江。然后合军北上，进攻城父。项羽得知后院起火，便放弃了与刘邦的对峙，被迫向东南撤退。项羽一走，刘邦也从固陵出发，紧随其后。11月，项羽引兵到达垓下，然后筑垒安营，整顿兵马。此时楚军的总兵力约为10万人。12月，刘邦、韩信、彭越、英布4路大军会师于垓下，合计兵力达到60多万。彭城之战时，刘邦也曾率领诸侯联军56万进驻彭城，结果被项羽的3万骑兵就给打败了。而这一次，刘邦将60多万军队的指挥权全都交给了韩信。事实证明，刘邦这个决策是非常正确的。韩信知道项羽征战多年，从未有过败绩，他最强的战术就是骑兵突袭。于是他的破解之法就是封锁加包抄，让项羽的骑兵发挥不了作用。他命令刘贾和英布将楚军南面外围的出路全部封死，命令彭越封锁北面的出口，让孔熙率军数万为左翼，陈赫率军数万为右翼，他自己则亲率30万大军居中，作为前锋主力。刘邦率军10万跟在韩信的后面，刘邦军的后面是周勃率军负责断后。就这样，韩信就将项羽的10万大军牢牢地围困于垓下。而此时的项羽，长江以北的土地已全部沦陷，前无粮草，后无援军，剩下的这10万人彻底成为了一支孤军，可以说是进退两难，毫无生机。但对于项羽来说，越到逆境就越能激发他的战斗力。巨鹿之战如此，彭城之战亦是如此。他的第一个战术就是斩首行动，他要在几10万汉军的阵营中取敌方主将的项上人头。可韩信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，他已将刘邦安排在了他主力大军的后面。项羽率军出发了，他带领10万楚军倾巢而出，骑兵在前，步兵在后，犹如一把尖刀，向着韩信的主力大军就冲了过来。项羽更是一马当先，左砍右劈，一路上无人可挡，直接朝着韩信本人就杀了过来。项羽骑兵的冲击实在是太过于强悍，韩信的30万大军也抵挡不住，只能被迫后撤。可是项羽已经杀红了眼，继续奋力追杀。在这紧要关头，汉军的左翼和右翼也从2个方向以前行攻势围了过来。项羽因为带领骑兵冲得太快，导致骑兵和步兵之间失去了配合，汉军就趁机迅速地将楚军的骑兵和步兵一切为二。项羽无奈，只能回撤救援步兵，然后全军再次奋力突围，退回了垓下。此一战，楚军伤亡4万，被俘2万，跟随项羽退回营地的只剩下了4万人。汉军尽管伤亡更大，死伤高达10多万人，可经此一战，
双方兵力的对比从当初的6:1变成了10:1还要多，悬殊更大了。楚军被围困在垓下，在寒风刺骨的黑夜里缺衣少粮，汉军则在四周的高岗上举着火把将楚军团团围住，这便是传说中的十面埋伏。为了消磨楚军的意志，汉军开始唱起了楚歌。在这荒凉寂静的夜晚，凄婉的楚歌终于让这支兵困马乏、没有补给的孤军失去了心理防线。一方面，楚歌勾起了楚国士兵的思乡之情；另一方面，他们误以为刘邦已经完全收服了楚地，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唱楚歌呢？于是楚军便纷纷地开始逃窜，歌声也惊醒了项羽和虞姬。面对虞姬，项羽心如刀割，他知道自己大势已去，现在就连最心爱的人也无法保护了。他拔剑而起，慷慨悲歌：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，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虞姬也起舞和歌。关于虞姬最后的结局，正史并没有记载，只能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。午夜时分，霸王告别了虞姬，带领着800名骑兵向南突围，竟然突破了汉军的重重包围，向南逃去。天亮后，汉军才发现昨夜跑出去的竟然是项羽本人，于是连忙命令灌婴率领5000名骑兵前去追击。项羽渡过淮河后，整顿兵马，身边只剩下了100多人。走到阴陵的一个路口时，项羽迷路了，他去问路边的一个老农，老农却给他指了向左走的路。项羽便率军向左跑去，却走到了一片沼泽地，无法通行，而后面汉军的追兵也已赶到了。项羽只能返回，与汉军的骑兵展开厮杀，随后再次突围出去，带兵逃到了东城。此时他身边只剩下了28名骑兵。项羽对他们说：我从起兵到现在已有8年，历经大小70余战，从未有过败绩。今天并不是我失败了，而是天要亡我，不信我就证明给你们看。于是他将28个人分为7个小队，命令他们向不同的方向进行突围，突围后在东边集合。然后项羽再次冲向汉军，横冲直撞，连杀数人，斩杀1名将领后向东突围而去。这一战，项羽只损失了2名骑兵，剩下26个人，而汉军却损失了数百人，还有2名将领。接着项羽带领骑兵再次向东逃去，到达了乌江。乌江亭长早已等在了这里，并为他准备好了渡船，劝他渡过长江，回到江东后还可以卷土重来。可项羽说：我曾带领8000江东子弟过江，现在却没有一个能够回来，我还有何脸面去见江东父老呢？于是他将乌骓马送给了亭长，然后命令骑兵全部下马，手持兵器，冲向灌婴率领的汉军骑兵，再次展开厮杀。正在项羽击杀之时，看到了汉军中的老相识吕马童，项羽便停下了厮杀，对吕马童说：我听说刘邦花1000金封万户侯，想要购买我的人头，我们也算是故人，今天就将我的人头送给你吧。说完，项羽便自刎而死。至此，一代战神就此陨落，年仅31岁。南宋的女词人李清照曾写下：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这或许就是对他最中肯的评价吧。项羽的死亡也标志着楚汉之争也正式结束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